男主杀了玩具公司的老总，结果被了公司出品的玩具士兵追杀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故事阿正陪你看，这回阿正想尝试一下新风格，来聊聊短片电影。这次聊聊短片叫《战场》，故事的男主是个杀手，今晚他接了任务要去杀一个玩具公司的老板。任务本身很简单，玩具公司也没啥安保，他很轻易的就潜入了老板办公室，几枪做掉对方，还抹掉了监控。完成任务后，他扫了一眼办公桌，发现桌上有张照片，似乎是老板的妈妈。照片上还写了对儿子的祝福语，只是不知为何让老妈气质看起来像个女巫。杀手并不信什么鬼神，还顺手拿走桌上的一个小摆件留作纪念，这是他的小习惯。每次完成任务都会顺手拿件小东西走。搞定任务，他乘飞机回家，只是这一路上他总会不经意间和一些玩具对上视线，而且那些玩具好像都还是了老板的作品。他全当巧合，并没有太在意。回到自己的豪宅里，他洗个澡，好好放松下。老板的小摆件放进陈列柜，那都是自己曾经的战绩。给雇主发去完成任务的汇报后，他躺沙发上小睡了一会儿。半夜突然被门铃声吵醒，他打起精神去开门，却发现外面没有人，只在地上放了一个包裹。包裹上的标签写着自己家的地址，但上面签名有点眼熟，很像之前老板妈妈的那个签名。可为什么老板的妈妈会知道自己家的地址，还给自己寄东西？他带着疑惑拆开包裹，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，特别省。点击评论区闲鱼搜省钱神券，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，吃喝玩乐先上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回到故事中来，他拆开包裹，发现那是一盒玩具士兵，盒盖上写着这些玩具的配置，里面有20个步兵、3架直升机、2辆吉普车和1个榴弹炮。不过他没注意到，盒子后面还贴了个标签，上面写的内赠劲爆惊喜。这个玩具做得非常精细，连面部表情都刻画的惟妙惟肖，只是他对玩具并不感冒。检查一番没发现什么危险物品，就随手扔到一旁，转身拿了瓶可乐喝，回头却发现那盒子突然掉了下来。他绕到盒子后面，没看到什么东西与盒子有接触，刚想过去把盒子捡起来，结果发现盒子里的玩具都不见了。这还没完，一旁灶堂的灯也突然熄灭，他想检查下，突然感到脚上一阵刺痛，伸手一摸，那是一把玩具刺刀。男主感觉情况有点不妙，他趴下来想看看橱柜下面有什么，结果男主受了点伤，不过并不重，他连滚带爬冲进厕所，拿出小镜子，想看看敌人到底是什么。镜子被打碎了，男主有点火大，他掏出自己的手枪，准备和对方来点硬的。对面连开几枪压制住对方后，又嫌火力不够，去厨房拿了机枪对沙发一阵横扫。这下沙发终于没了动静，他掀开沙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攻击自己，结果发现之前那些玩具士兵活了，他们还像真正的美国大兵一样开着吉普车，动用火箭筒对男主发动攻击。不过这对于男主来说也就是一脚一个的事儿。这些士兵虽然好解决，但对方也是有高级装备的，比如那3架直升机马上就飞了过来，他们发射的导弹对男主也能产生威胁。正面硬刚起来，男主也有些不是对手。勉强击落一架后，他先撤回厕所，好好包扎一下伤口。还没等他休息好，厕所门就被直升机给打破2个洞，一架直升机飞了进来。好不容易赶走那架直升机，却发现刚刚的毛巾还在动，看来里面驾驶员还活着。他把毛巾里的东西扔进马桶，还把吹风机连上电源扔了进去，整栋屋子都停电了。不过还好，总算是干掉了一架直升机。他稍作休整，突然发现对方塞了张纸条进来，上面写着投降。男主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自己一个杀手居然要向一群玩具兵投降。他写了句脏话就把纸条扔了出去。他挪开毛巾想观察下门外的动静，然后就看到
榴弹炮的威力确实很大，他从厕所的窗台上爬了出去，这里是40楼，一旦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。他小心翼翼地沿着边缘行走，完全没发现有架直升机跟在后面。虽然干掉最后一架直升机，但可惜子弹也用光了。他扔下枪，继续从窗沿走了过去，绕到了阳台上，看那些士兵似乎还没发现自己。他准备用阳台上的一些道具来一场先发制人。男主先用小黄鸭吸引吉普车士兵的注意，然后用灭火器遮住榴弹炮的视野。最后，他掏出了打火机和酒精喷剂。搞定这些，刚好那边灭火器也用光了。榴弹炮的那波士兵想看看男主在哪儿。事情终于结束了，他把所有的士兵残骸都收集了起来，比照目录发现一个不少，总算松了口气。他把这些玩具都扔进了烤箱，并把温度调到最高，确认玩具都被烤化，他放心开始休息。只是他刚向泳池泡了一会儿，就听到有什么动静，随即手上又是一阵刺痛。他赶紧上岸，却没看到敌人在哪儿。明明所有士兵都被干掉了，又从哪冒出来的敌人？这房子他有点待不下去了。穿好衣服，他准备乘电梯下楼，可进了电梯，他却听到电梯面板里传来声音，然后下一秒，电梯停止了运作，随即上面的盖板被打开，有什么东西跳了进来。由于电梯里没有灯光，男主根本不知道对方会从哪里发动攻击，稍微一不注意，身上就挂了彩。等攻击停歇下来的时候，他才看清对手是谁，那是玩具兰波。兰波从第一滴血的片场杀过来了。男主爬上电梯顶部，想看看敌人在哪，可对方的攻击实在是神出鬼没，一不小心脚又受了伤，躺在地上才发现兰波正在上面盯着自己，那猎人看待猎物的眼神。不过男主也注意到旁边有电梯下来，他赶紧挪过去。终于摆脱对方的追踪，他翻身跳进电梯里，想停下楼层。可现在他已经没了力气，连起身都很难。更让他绝望的是，兰博依然跟在后面。电梯到1楼，生路就在眼前，可惜男主体力已经耗尽，动都动不了了。兰博来到男主面前，准备结束这一切，然而最后敌人被干掉了，男主大大松了口气，可他却听到兰博的背包里响起了声音，那似乎是炸弹的声响。随着轰隆一声巨响，男主被炸上了天。镜头回到他如战场般的房间里，那张内赠劲爆惊喜的标签后，还露出了另一张标签，上面写着附送突击队长1名以及乐和武器模型1枚。那个从办公桌上拿来的小摆件也开始自行转动，似乎是在庆祝玩具们的胜利。故事到这里就迎来了尾声。这故事充满了想象力，它改编自史蒂芬金于1972年写的同名小说，后来在1986年还曾改编成动画。不过由于风格过于前卫，那部动画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，而这次改编成短片就要精彩许多。同时他还对原著进行了扩充，比如原著并没有玩具兰波的登场，小说其实就截止到男主用喷火器将士兵烤化那一段，喷火器引爆士兵背包中的乐和武器，结果男主被当场炸飞。再加入玩具兰波后，让情节更丰富了些，整体故事也显得更加完整。
值得一说的是，电影中通篇都没有任何对白，情节全靠男主的表情和动作进行推动，他一个人就撑起了整个故事，也是佩服这老戏骨的演技啊。好了，这次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，阿正下次再聊聊更多有意思的小短片，关注阿正陪你看更多好故事。